你如果还想要这双眼睛，我劝你别瞎看。我听说落魄13楼有全天下最厉害的杀手和最齐全的消息，那这里就是不换楼伏阵地了。那落魄13楼呢？钟女侠，你知道此地为什么叫不换楼伏阵地？那是因为此地当真会伏阵。什么意思啊？每月15，正好便是今天，正好便是此刻。它便会从此处江面升起，届时你便可以登上这不换楼，去和落魄13楼做交易。至于你想见到真正的13楼，条件还不够。真是，一定要让老子躺棺材里。挑担夫，单领头，一头成，一头败。欢迎诸位来到不换楼，敢问哪位客人率先出家？我。客人出价几何？一双凄凉目，3根含恨指，5滴心头血，实在自由身。这是要换什么？一个真凶。扁担，你觉得呢？这位客人，这筹码怕是不够，除非什么？拿命来！江二叔，你这是杀你！怪就怪你自己非要惹祸上身。本来长儿一死，杀人凶手供认不讳，
我大哥怒发冲冠，就会得罪中原剑会，到时候我理所应当就是雁门之中。这做梦都能让人笑醒的好事，居然就这么被你突然出现给搅黄了。我花了高昂的代价，跟13楼主换了一个杀你的机会。此时此地，不会有任何人来管你的闲事，你今日必死无疑。今天这闲事，老子管定了。雁门的叛徒，敢在老子面前杀人灭口，名门正派龌龊起来，比老子的黑窝子还黑。封剑侠别怕，我罩着你。天上元，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们偏来投啊！既然你们都那么想死，那我就让你们今天都死在一起！杀！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显然是江青羽早就买通了这里，要置封剑侠于死地。现在当务之急是离开这。想走，我可是赌上了一切才换来的这个机会。江副门主可是想清楚了，这桩交易之后，你可就一无所有。楼主错了，这桩交易若是成了，江某就什么都有了。可是我看这里迷雾重重，根本找不到生门。这不换楼的迷雾阵，用肉眼确实很难找到生物。柯某多年来修炼玉兰剑意，可追踪空气的流动方向，找到生门并非难事。还是你靠谱又聪明，往哪走？那边。我们走。就再也没有人追查程儿的死因了。听这风声，应该是浮沉地要沉到海底。你们跟着我，我带你们出去。江青羽，你向江城下毒，无非就是被流言蛊惑，贪欲使你自招邪魔。可悲啊！这个江湖实力为尊，待我成功登位，谁又敢说赤血丹仙的雁门门主不是正道啊？破乱人心，大国为因。追上！是程儿的大雁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还抓了江青宇？多谢唐公子留他一命，此人乃是我中原剑会重要一番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离开这儿吧，往哪走？这儿，这边，出了在这边。慢着，唐狐狸，我们得赶紧走了。是啊，唐公子，这地方快要沉了，时间拖得越久，怕到时我也找不到出口了。哦，是吗？是出路，还是去往阴曹地府的死路啊？唐公子，你不信我？我信风传香，但你是吗？唐狐狸，唐公子，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风传香已经死了。就在半年前，所谓的风传香离奇失踪当晚，被江城在毒发的4真4幻中亲手所杀。竟是这样。是这样的吗，风剑侠？唐离子，你不愧是尊主的敌人。重新认识一下，鄙人风流殿花无言。花使者，你答应过我的，如果我帮你把唐离子他们都引来，全部都杀了，你就会帮我坐上雁门掌门的位置，你可千万不能忘了。闭嘴！鄙人略有好奇，唐公子是从何时知道我不是风传香的？风拂芦花地，月碎花溪山。唐公子，初次见面，在下风传香。风拂芦花地，月碎花溪山。西风一剑去，雁行十里船。唐公子，怎么了？你不识得那玉佩，也不知那句诗，答案很明了了。原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露馅了吗？他以豪府血案为引，先是拖中春季所在的中原剑会下水，又利用江青羽对江门之主的贪念，搅动了雁门上下。若我最后未能识破此计，就会在江湖的追杀之下，被迫带着迟云和中春季来到13楼与楼主做交易，逼我亲口说出当年的秘密。4年不见，他的手段还是那么拙劣，跟你的伪装一样。敢对尊主不敬！难道他没有告诉我？见到我要逃。你竟然从一开始就知晓我是假的，还愿意陪
陪我演这出戏。愿意让这些耳入池塘，就是为了顺着尊主的布局找到他。唐公子，你就没有想过，这一步若是出了差错的话，他们的命……唐某时间宝贵，没有时间陪你再继续废话。找到刘演才是我的真正目的，其他的事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。果然如同尊主说的一般，无情无义，自私自利。看来他也没教你，懂得求饶是好事，懂得向我求饶更是好事。带我去见他。赤云，刘野的手臂。他是我的。是。我是草房，唐离子，你大意了。一箭穿心，致命之伤。愚蠢！一体双影，一死一生，一生一死。想不到这世上竟真有这种体质。觉得我是个怪物。尊主说了，你也是个怪物。怪物对怪物最合适不过了。唐公子，怪物也能体会人的情感吗？你去告诉刘烨，就他这点手段，还杀不了唐离子。我唐离子天下第一。想消恩仇，叫他自己来。滚！王立慈，想见尊主就循着邪文来找。你和你的朋友先享受他给你的额外赠礼吧。
怎么办？四周都被火烧了。张狐狸，快把你后手拿出来吧，别等。我两手空空，自然是没有后手。两手？你不怕变成烤狐狸吗？阿谁姑娘告知，江某已知晓情况。看来在下赶来的正是时候。就知道你这狡猾的唐狐狸。走了。没想到二门主居然是这种人。对啊，他平常可是对门主忠心耿耿的。他的身体被毒融尽，我只知道这个。你走吧，他们那边快开始了。去送你主人最后一程。江门主，1年前，江澄被江青羽暗中投下新回酒性本，他平日对叔叔不甚狼狈。自然也对下毒一事无知无觉。直到半年前，榴莲小筑，风传香不忍告知真相，反被江澄误解。江澄因急怒毒发，在幻象中失手对自己的好兄弟出招。风传香身受重伤，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他不想让江澄背负杀人之tội，便选择一个人静静地等待死亡。而江澄在第2日清醒之后，再不见风传香，又每日被邪纹的毒性折磨。此后，他四处寻觅一个永远得不到的真相，直到他迎来自己的死。死了也好，死了就不用面对杀死好友的真相。更不用成为被邪纹驱使的怪物。你觉得我是个怪物？尊主说了，你也是个怪物。怪物。什么？他受了那么重的伤，没死都是庆幸啊！你却说他伤口都愈合了。是啊，师兄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方师兄抢回来的不会是个怪物吧？这小怪物还真行。那么凶，方舟就会给我捡些孤儿、疯子、怪物回来浪费我的药。我数3声，你松开，好不好？1、2。你有没有人性啊？还真下死手，杀不死还没人性，那你可怪不得我了。别费劲了，
这半步谷是冲不破的。小心！师兄，小怪物别跑！拦住这个怪物，方舟！你不要怕，这里没有人伤害你。我叫方舟，是他们的师兄。来，好了。不管你之前经历了什么，到了这里，就都结束了。你要是没有别的去处，就在这住下吧。今后这周地楼就是你的家。怪物！原来你一直在伪装！为了杀死怪物，你把自己也变成怪物了。阿言，我是邪魔外道，所以我不明白，菩萨为何也会入魔。是因为我吗？公子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公子久未归来，有些担心。不需要，伤口自己会好。你又做这种无用的事，我说过了，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多余的东西。阿谁不知道公子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。阿谁只知道，就算会痊愈，受了伤也会疼。公子是在祭奠江少门主和封建侠吗？唐某可不会祭奠两个蠢货，明明还有转圜的余机，却因为自己的愚蠢，一步步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公子不是这样的人，也不会这么想，否则也不会帮他们了却了遗憾。收起你的慈悲，我是个怪物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不会因为谁说我不是，我就不是。
曾经有人说过，公子不是个怪物，那便不是只有阿谁一个人如此认为。你若能让伤口不愈合，我就相信你说的话。你办不到，这说明你说的是连你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话。你知道刘衍为何要杀我吗？因为我杀了方舟。尊主，是属下无能，未能把他带到我们的火药阵里。尊主，是他没用，我还刺了唐丽子一剑呢。你给我回去！请尊主恕罪。他没杀你，是放你回来跟我问好，是不是？他说，这一点手段，还杀不了唐丽子。他武功绝世，天下第一，想消恩仇，要尊主亲自来。多么可笑！他要我去寻他，还想与我消了恩仇。尊主，接下来的计划就交给小红去办，如何？唐公子，成儿，他杀了封建侠，杀人就得偿命。老夫愿自断一臂，替成儿向江湖谢罪。江门主，新鬼九星丸只会蛊惑贪妄之人，欲壑难平，神仙难救。你的这只手臂，唐某收下了。但如今的江湖遍地波旬，这只手臂暂且留在江门主的身上，会有更大的用处。是啊，江门主，少门主乃被奸人所害，并不能怪他。没错，你也不必自责。煞老家，狄仁血，雁门风，死无常，枫叶红。从今以后，诸位之事，便是我雁门之事；与诸位作对之人，便是我雁门的敌人。江门主，您言重了。再次谢过。闻到好远。接过，接过，让让，谢谢，让让，接过，接过，不好意思，接过，不好意思，接过，这个是不是？老板，我前2天看那只镯子呢。哦，给您留着呢。来，哎呦，这次我钱可带够了啊！是给心爱的姑娘吧？这是给我中妹的礼物，她快回来了。让开！
镯子！对，你的。冉青派怎么会来这里？不要再折磨我了！这人竟敢在中原剑会管辖的地方闹事儿！中原剑会，我要去中原剑会。去中原剑会？冉青派是遇上什么麻烦了？中原剑会，中原剑会！哪儿来的怪物？往哪儿撞呢？怪物！我不是怪物，你才是！对不住啊，我的人剑素来只对奸人出鞘，刚刚只是形势所迫。哎，等等，我是茶花岛的，你是冉青派的，大家都是正道中人，有话好好说。冉青派已经都死了，都死了！啊！你说什么？都死了？冉青派都死了？怎么回事？凶手是谁？是唐丽慈，他派了一个红衣服的妖女，给我们吃下了大量的星龟救心丸，只有我多谢普竹先生，若不是先生，今日西坛就要给师门丢人了。天地人三剑，你已初窥人剑门径，不日便可达到地剑境界。真的吗？不愧是普竹先生，真潇洒。杀人者叫唐丽慈。进来吧。豪府灭门血案已破，钟姑娘已经带着江青羽回剑会复命，你是不是也该回燕县了？是，唐公子。待公子沿途方便之时，寻个码头放下阿水即可。为什么不说你想留下来？公子愿意收留阿水？留下，不就是你的目的？水开了，我为公子泡茶。你并非迟云，不是我的仆从，可以不用做这些。承蒙公子暂留，阿水没有什么钱财，能做些事，也能安心一些。你可以看。
多谢公子。江门主，在下急于返回剑会，便送到这里。那叛徒江青羽交于钟女侠了，还望钟女侠将其带回中原剑会受审。我雁门也定会全力协助，将星鬼九星丸一案一查到底。多谢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各寻救主，各安天命。什么人啊？这么有排场！剑王到！剑王。见过剑王，见过剑王。不知剑王大驾光临，雁门上下有失远迎。若早些得到消息，江某也好备好宴席，为剑王接风洗尘才是。要事当前，雁门的酒菜只怕无福消受。不知剑王所言何意啊？星鬼九心丸，速速交出犯人江青羽！于剑王，剑王孙前不得近身。江门主，你有话就站那儿说吧。慢着，这里好歹是老江的地盘，还名门正派，客随主便的规矩不懂，那先来后到懂不懂？下次想要人记得别睡懒觉，早点出门自己去抓。你是什么人？敢在剑王面前如此放肆？天上云，池云，没想到黑道中人也管起正道的事了。他认识我。雁门少主服食邪丸，江门主的弟弟谋害亲侄，大好雁门不仅除了败类，还勾结黑道中人，雁门堕落至此，真是令人痛心。于剑王，此人雁门已交中原剑会处置。没错。剑王，我乃中原剑会善丰堂堂主钟春季，待犯人江青羽归案，正是家师的指示，还望剑王成全。名剑榜上的第7短剑小桃红，你是邵延平的爱徒。小姑娘，你师傅怎么样啊？家师一切安好，有劳剑王关心了。那你可知，即便今日你师傅在此，他也不敢拦我。剑1剑2，押人。是。慢着，听你这意思，谁拳头大谁说了算是吗？剑王城素来以德服人，以武除恶。你敢阻拦于某？瞧把你狂的！我就站在这儿受你一剑，你也伤不了老子分毫。池兄弟，池云，你疯了！就问你这个贱人敢不敢吧？只要退一步，人你带走，老子二话不说。若是你伤不到老子，就带着你这群绣花枕头滚蛋！即便普珠先生在此，也不敢出阁下此等狂言。少放屁，赌不赌？怕老子欺负你啊？老子转过身去让你，敢不敢？于剑王，石云只是一时赌气。是啊，剑王，他。云逆！
你狐狸，老子就知道，每次我有高光的时候，你就会来抢风头。唐狐狸，我赌了一步不退。晚辈唐立慈，见过于剑王。你是周地楼的那个唐立慈，江门主果然是交友广阔呀。于剑王，唐公子他怎的？堂堂剑王，难道打算赖账？莫非真是人如其名，剑人之王？大胆！我是夸奖你家主子，剑人合一，一剑一人，你生什么气啊？再说，要是不喜欢剑王这个称号，也可以叫算王。昨日擒凶，今日便至，未卜先知，动作奇快啊！无礼！那要看中原剑会和雁门给天下一个怎样的交代。未卜先知，说明剑王之能；动作奇快，说明事态紧急。剑王何错之有啊？你怎么拆台啊？这分明就该由剑王城接手。中原剑会愿将此事托付给剑王城，请剑王务必让真相水落石出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，唐狐狸？在这么紧要的关头，你就不能说两句正经的，非要拆我的台？唐某一向正经，我硬接了那贱人一剑，转头你就把人给他了。那一剑是我接的，那我也好不容易骗了你一次，那怎么能算骗呢？那怎么不算骗呢？骗，是指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此人。我对你的意图了如指掌，我大可袖手旁观，但是我却选择救你一命。所以，不是你骗了我，而是你又欠了我一次。啊，这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唐公子，池大哥，钟姑娘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走了。钟姑娘，没什么事，负了点小伤，无碍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先上船，给你包扎下伤口，再给你换身衣服。那就有劳阿水姑娘了。走。唐狐狸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我若不让于将王带人走，不止雁门，中原剑会与剑王城结仇，将来不管审出什么，都无法取信于人，因为我与此事与他们都纠葛甚深。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？那星鬼九星丸的线索也断了呀，还有害你的人，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想要害我之人是谁，我知道。至于他现在在哪儿，江青羽不可能知道。而星鬼九星丸的线索，现在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？既然有了于气凤这条更大的线索，那小线索便可弃之。你是怀疑于老头是风流殿的人？他就算不是风流殿的人，也与风流殿过从甚密。那个江青羽不就会被杀人灭口？他不该死吗？我一会儿就走了。哎，阿谁，钟春季，过来吃栗子。
我要赶回剑会了，就不吃了。没想到这次调查豪府血案，竟牵连出一连串案子。若不是公子帮忙，我应该是查不出风流殿这幕后黑手。唐某并没有帮钟姑娘的意思，唐某倒是借钟姑娘之手，做了自己想做的事，帮你查出豪府血案真凶，追捕江城，甚至阻止于气凤带走犯人的人，都是迟云。你该感谢的人是他。谢了，迟云。不用客气。那唐公子日后是要去剑王城吗？那里有线索，可那是于剑王的地头，剑王城弟子数千，于气凤号称剑王，根本不是杨尚卿、江青羽等人能比拟的。若他真的有问题，那剑王城无疑是龙潭虎穴。不如等我回去禀明师父，和剑会的人一起，到时候……钟姑娘，唐某方才已经说过了，唐某并不是要帮剑会查案，也不在乎星轨九星丸是否危害天下，只是剑王城恰好有唐某需要的线索，唐某才会前往。所以钟姑娘，你也不必过于担心。这只木偶是唐某闲暇时所刻，送给钟姑娘，做个纪念。这木偶刻的是我。哎呀，你就放心收着吧。唐狐狸没事的时候就爱刻点这种无聊的玩意儿，冷了还可以当柴烧。钟姑娘，阿谁姑娘，多保重，照顾好自己。出发，剑王城。沈狼魂呐，沈狼魂，在浮尘地搞了这么大动静出来，那你说，这次这个失误，我落魄13楼，损失惨重，这账单该寄给谁呢？我们不是去剑王城吗？怎么感觉路走错了？去剑王城是为了什么？干那于老头啊！公子想将风流殿在剑王城的势力连根拔起，让背后的人再无藏身之处。这不是有我呢吗？若说你能将于气凤气得呕血3升，我信。可是若论潜伏暗处，
寻得线索，你还差得远。你这前半句夸我的话听起来都不像什么好话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们需要一个善于潜伏的高手。你不是整天说自己是天下第一吗？现在也没辙了，也得找个高手。我武功高强不假，可是不还带着你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拖累你了？哼。什么情况？坐稳了。是。别拖船上。老子从没想过，老子竟然有个晕船。唐无礼，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啊？雾气浓重，不辨东西，这是落魄13楼。不是说只有不换楼中才有去往落魄13楼唯一的路吗？老子在不换楼都换了这么多次消息了，都没来过这儿。你怎么知道这儿的？这大概就是普通客人和贵客的区别吧。你个死狐狸！石云，我能成为他们的贵客，你居首功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说你来这干嘛呢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需要一个善于潜伏跟踪的刺客。你是说一剑断尽世间人？13楼中沈狼魂？是沈狼魂。虽然我没来过落魄13楼，但里面牛鬼蛇神肯定少不了。若是一会儿打起来的话，哎，你等我会儿。
痴人，你是在找我吗？我在这儿，你终于来了，快救我出去！痴人，你快过来，再走近一点。迟云。 那是13楼的摄魂会，靠蛊惑人心来向客人开价。啊？人怪，楼也怪啊！唐公子果然见多识广，本座做生意的这点小心思，全逃不过你的眼睛。唐公子，天上云，老主顾啊，贵宾亲临。 13楼可真是蓬荜生辉呀！自上次一别，楼主这爱吓唬人的性格还是没变。说到上次，天上云没在与不换楼交换消息，是否找到了尊夫人白素车？不如你尽快解了与唐公子的契约，为13楼效力，如何啊？唐公子，日前之事，不换楼损失惨重，公子前来可是给本座销账的？ 或许，这份账单应该寄给风流殿。你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你而死。无论是你还是他，都是一样的。逆有顺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楼主一向是个明白人。13楼曾替此人给在下送过一只蹄子。 他只让你去办事，却没告诉你这半只玉笛背后的故事。看来楼主你亦是他的棋子之一。唐公子，4年前因死过，所以断笛不能复接，人死却能复生，这其中的秘密。 本座很是好奇，楼主，你的好奇可不能帮你做生意。公子既是来做生意的，何事相求？楼主耳目通天，想必对唐某的来意了然于心。今日唐某前来求13楼第1杀手沈狼魂1年之期。 公子并非第一次与13楼交易，应知13楼规矩。唐某没有赊账的习惯，请楼主开价。唐国立，小心些，他吃人都不吐骨头。万一本座想要的是你呢？这便难了。 唐某自觉比沈狼魂贵一些，要不楼主补个差价？真遗憾，本座有意，公子无心。想要沈狼魂，公子亲自上楼来找了。
上楼，我挡着。逆影术，赤云，你长高了。什么？什么鬼东西啊！唐府里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唐公子，4年前刘演将你割喉扔进水井里，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活。可你如今不仅好端端的活着站在这里，还在江湖上搅起了万丈波澜。唐公子，你不死的秘密是源于你的躯体，还是你所修炼的功法？楼主已是命悬一线，那些本与你无关的东西，又何必多问呢？是吗？可若是本座执意要知道答案呢？楼主应该清楚，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楼主就这点能耐，这样的本事，可听不起唐某的秘密。本座耗尽心血所造的楼，你还未窥见一半。鬼斧生，还给你！原来落魄13楼的机关是出自天下第一演术师鬼斧生之手。唐公子，
你以为只要你不说，13楼就没办法知道你的秘密了吗？你可知，13楼面前就没有能藏住的秘密。唐公子，你武功果然了得，可本座最心驰神往的那一击，还未瞧见呢。楼主又何必执着？楼将关禁，我要的人呢？唐公子，执着是错，可太过自负也是一样的。终于来了，沈郎魂。唐公子出手总是侧身避让，旋身之际，气脉分明有致。你腹部有伤，且时日不短，无法疗愈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藏得很好，可还是被本座给看出来了。想当年7大高手力战一阙阴阳，方舟当居首功，此战后才被尊为天下第一。唐丽慈啊，你那腹部的伤，该不会是方舟所留的吧？沈郎魂，攻他救急。
既然阁下执意要看，那这一招，阁下看清楚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与他一样。天人无之秘，琉璃往生谱，也只有往生谱能够生生运化不息，让你重伤痊愈，死而复生。可是为什么？可是为什么你会有一具阴阳的武功？还有，那道在你腹上连往生谱都无法疗愈的伤口，究竟是什么呢？想窥探人心阴暗处，小心反被扯入黑暗里哦。唐丽子，你斗得本座好开心。沈狼魂你可以带走，但是他听不听命于你，那得看你的本事。哦，不是付钱买命，人钱两清。13楼何时又多了一条新规矩？那从来不是落魄13楼的规矩，而是4年前沈狼魂自己定下的规矩。剑王，你终于来了！若不是剑王亲自出面，我肯定就要被中原剑会的那个小丫头骗子带走了。我不求剑王再给我什么，只求剑王与我出城，让我到乡下做一个普通的乡野村民。剑王，你放心，我嘴严得很，不会牵连到剑王城的。你卖药给我的事，我也是只字未提啊。你方才说，谁卖给你的药？剑王乏了，妾身要为他舒缓经络。你们收拾收拾，都退下吧。是，白夫人。剑王方才非智者所为，此事原可做得更漂亮些。嫌犯江青羽因据风流殿非人报复，畏罪自杀。可剑王这冲动一剑，便白白断了这个路子。我是剑王，何须故布疑阵？我说他是畏罪自杀，他便是畏罪自杀，何人胆敢质疑？剑王好气魄，看来风流殿派我来辅佐剑王，是多此一举了。希望过几日面对中原剑会质询时，剑王亦有如此气魄。尊主多虑了，那群蛮憨愚昧的长老能奈我何？哼！那在雁门堡接下剑王一剑的唐丽慈呢？
情就是这样。之后，于剑王便带人离开了。弟子以为，星轨九星丸一案必定与剑王城有关，请师父严查。一派胡言！你知道于剑王是什么人吗？自300年前于家先祖创立飞黄山庄以来，10代剑王威名赫赫，号称天下剑祖。更有剑皇于玄清10年前在天都峰与方贤主等高手一同围剿一阙阴阳，实为当世典范。你现在竟然指责于剑王勾结风流店贩卖星轨九星丸？蒋剑主，江青羽前脚刚被擒拿，于剑王后脚知道，哪会有这么灵通的消息？要怀疑，也该先怀疑那个唐丽慈。你说黑衣琵琶客伪装成唐丽慈，意在勾起周地楼旋案。可诸位可曾想过，那黑衣琵琶客若是没有切实关联的话，又怎能搅起那么多事？现在终于有人把线索送上门了，你不去追踪他，来查明方贤主的死因，还被他牵着鼻子走。没错，此人躲躲藏藏4年，一出现就惹出这么多事。冉青派被灭门，亦有人云唐丽慈就是幕后真凶。这明显是栽赃。要知道，冉青派出事的时候，我与唐丽慈同在雁门堡，他们这么拙劣的故伎重演，难道你们看不出来？要知道，灭门冉青派的是一红衣女子，你在雁门堡的时候有见到过她吗？唐丽慈想要作恶，何须亲自出手？说不定那黑衣琵琶客也是他的共谋。春儿，你江湖经历尚浅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于剑王罔顾剑慧将人带走，剑慧却只找唐丽慈。对于剑王，竟是连问都不敢问吗？既然剑慧如此欺软怕硬，我把人交给于弃府，不正帮了你吗？你这是才当了个善丰堂堂主，就已经把剑慧、把我们这些剑主都不放在眼里了吗？为了一个外人唐丽慈，竟然和我们来辩论。我早就说过，他太年轻不堪大任，下九流出身，更是短浅。二剑主，好端端的干嘛扯到3剑主啊？人家以前当过屠夫，也碍着你了。我可没这么说啊。那你教训春儿，有事说事就好了，说什么下九流？诸位不要被晚辈看笑话了，剑王也是剑会中人嘛，这审理雁门一案，并无不妥。春儿，你先下去。这，放心，这里交给师傅。是。春儿年幼啊，说话有失分寸。邵某在此替他向诸位师叔赔个不是。邵剑主言重了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啊。咱们中原剑会，承先师江南风以太阿剑相托，这代管江湖之事，自当小心谨慎，勿枉勿纵。郝文侯灭门，雁门邪丸流毒，再到冉青派被屠，还有这背后的风流店，都需查证，否则岂不是辜负了天下群雄的信任？邵剑主，那您有何安排？马上便是于家木剑节了，天下英豪将齐聚飞凤山。星轨九星丸一事，就看于剑王届时会给天下一个怎样的交代。雁门骤逢变故，江门主必然伤心。我亲笔书信一封，老六，便由你去一趟雁门代为慰问。至于那个唐丽慈，此人神秘古怪，我会再找个恰当的人选调查。谨遵剑主安排。